农历年要来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非常兴奋的准备迎接自己最喜欢的时刻——大扫除了呢？但是先放下你手中的鸡毛掸子还有吸尘器，难道你又要开始没有断舍离之前就大扫除了吗？我们的时间精力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要一直傻傻的花时间打扫容物，好吗？如果想要断舍离，但是还毫无头绪，或者是有想丢的东西，但是又有点担心，或者是正想要断舍离丢掉某样东西的时候，可是假如万一，但是如果有一天需要的话怎么办？等等这些话又来蛊惑你的时候，我们就想想，龙年我们就是要容光焕发。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今天分享的龙年之前该断舍离掉的26样容物，听听看，也许是需要丢但是没有想到的。不过这些都是我的经验，有血有肉的你们一定会跟我有稍微不一样的感觉或者是想法，一切都以自己舒服的为主哦。Hello， 我是笑点藏很深，只有有品味的朋友才会被逗笑的我们是最会用断舍离修炼身心灵的实用美学频道。等一下看到广告，麻烦大家多给广告一点时间，你的鼓励是我们创作最大的动力。第一件美丽刑具，不知道大家看《繁花》了没？在第一集的时候，耶稣说了一段有关于人要衣装的这段见解，就是宁可衣裳蹩脚，皮鞋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讲究。流星花园里面也有说，好的鞋可以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那些会让你磨破脚、起水泡的鞋子，就跟爱情里面遇到一直伤害你的人一样，再好看但不适合自己、会伤害我们的，我们都不要。今年是时候跟这些美丽刑具说拜拜。挑一双适合我们自己的鞋，让这些鞋带我们去更好的地方。第二件，不好背的袋子。就我而言，不好背的袋子大概仅次于不好穿的鞋子，会让人没有自信，而且非常的狼狈。如果还很重的话，那今年真的是时候跟他做个了结，看看能捐啊还是能卖，总之让他去寻找更适合他的人。第三件，包包里的垃圾，你是不是也是很有公德心，坚持不乱丢垃圾，或是懒得丢？心灵垃圾我们自己消化，用完的垃圾、擤鼻涕的啊、擦嘴巴的卫生纸就直接又放到包包里，放着放着就1年了。龙年之前，我们也别忘了清空一下自己包包里的垃圾，让包包有干净的空间，财神爷或者是幸运女神才会来找我们哦。第四件，有缺角的餐具，家里如果有缺角不小心撞破的餐具，放在那边舍不得丢，但是也没有在用它，想重复利用 DIY 也没有时间，不要留恋了，破镜无法重圆。第五件，当初没有量好尺寸，或者是没有做好空间规划就冲动购买的收纳产品，是时候该放手，让需要的人拥有了。第六件，说明书，尤其是 IKEA 的说明书，还有它的 Allen Key， 除非要转卖，不然这些说明书其实上网就可以找得到。第七件，不知道主人在哪的插头或者是电线，如果都没有被使用过，代表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没有可是。第八件，不知道能开哪扇门的钥匙，不是每把钥匙都可以打开你想开的那扇门，也没有万一。第九件，所有过期的东西，过期的保养品啊、保健食品、药品、药膏、贴布、面膜，这些全部都会伤害自己的健康。只要会伤害我们健康的东西，我们都不要，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健康更重要。第10件，储存超过3年没有用的纸袋、环保袋、包装盒。如果有需要转卖的物品，包装盒留着很合理。如果超过3年都没有用到的，都可以断舍离。我们不要每年都花时间打扫这些对我们生命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第11件，适用的保养品、化妆品。试用品是不是常常觉得旅行的时候就要带出去？但如果连旅行之后你都没有带或没有使用的话，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可能是肤质不合啊，或者是等等诸如此类的。存着存着它就过期了，是时候该 let it go 了。以后旅行住饭店如果有试用品，那我们就在当下用光，或者是觉得很好用的品牌，我们也不用留包装，可以拍照记录一下，下次要买的时候就记得了。第12件，修不好的电器。如果坏掉的电器你尝试修过，但是没有什么用，或者是维修费很贵，再摆1年也不会有奇迹发生。第13件，没有电的电池。所以没有电的电池我们还留着干嘛？是因为你们之间有断不掉的吸引力吗？如果没有的话，找个可以回收电池的地方，让它被妥善的处理吧。第14件，在你衣橱里面待3年你都没有碰的衣服、鞋子、饰品等等等等等。不是每个人家都有一个房间可以放衣物、鞋子诸如此类的东西。衣橱里面我们就别摆那些等到瘦下来再穿，或者是等到胖起来再穿，或者是等到怀孕可以再穿的那些衣服。我们每天面临的压力已经很多了，真的没有必要拿那些其他怎么等到怎么样的压力再来逼自己。
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幸福，转卖或者是捐赠给更需要的人。第15件，调理包或者是酱料包，放在厨房超过1年没吃的东西，那可能代表其实你根本不喜欢，而且它可能已经快过期了。第16件，没有水的颜料或者是笔，它们不是喷泉，也不会摆着摆着就会循环再生，有水有颜料。第17件，不好用的刷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论是美妆刷或者是画画的刷子，不好用的刷子就会让人心情非常大的杂。我们可以拍个照记录一下，下次千万不要再买那些。第18件，缩水的衣物或者是落单的袜子。缩水的衣物如果连家里的毛孩都穿不了的话，可以把它当抹布，或者是让它再生 DIY 也可以。都不行的话，那我们就回收它吧，因为留着也没有人穿得下。落单的袜子也不想那么孤单的躺在你的衣橱里。如果袜子很容易被洗衣机或烘干机吃掉的朋友，可以考虑以后都买同一种颜色的袜子。第19件，不适用的寝具、床单、枕套、被套。如果不能做一些重复利用的 DIY project 的话，建议可以捐赠，可能有人更需要它。第20件，重复的厨具。据说大家家里都有2个以上的铲子，如果是同性质的厨具，真的可以考虑其中一个可以捐掉或卖掉。厨房的收纳也是寸土寸金，或者是有一些是木质，上面已经有一些小黑点的话，那不要怀疑自己，它可能就是发霉了。如果不能处理掉的话，建议也尽快的断舍离。第21件，流理台下乱塞的杂物。流理台下是不是放了很多不知道放哪就塞，或者是觉得以后可以用的东西？可以检查一下去年我们用了几次，还是流理台下越来越像大型的叠叠乐现场，越来越惊险刺激呢？如果里面有还可以使用的垃圾袋，那我们就尽快的安排使用它们。如果是超过1年都没有用到的东西，还能挤在那边的话，可以跟家里的人玩完叠叠乐之后再断舍离。第22件，重复的保温杯。如果过去1年我们都没有使用的话，那就放手吧 ，Let it go。第23件，旧的手机壳。手机每年的款式都会略有不同，镜头也不一样，留着也没办法传承给下一只手机使用。第24件，所有超过3年以上没有使用的物品，真的不会再用了。没有假如、可是、如果、万一以后要用到，或者是舍不得丢。我们小宇宙要迎接更美好的未来，这些假如、可是、如果、万一都不存在。3年以上没有用的，遭了一层灰，还要大扫除，还要浪费空间收纳。更重要的是，它会浪费你的时间跟精力。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满是灰尘的它们会阻碍财神爷进到家里的欲望。我们要亮晶晶的、容光焕发的迎接财神，好吗？第25件，带给你不好回忆的物品，留来留去留成仇。如果摆在家里都变成怨念，或者是一看到那些物品就会有负面磁场的话，那也会把幸运女神给吓跑的。第26件，已经死掉或枯掉的植物们，你已经尽力了，下次我们谨慎对待生命，好吗？断舍离其实就是去无存菁的过程，帮我们省下整理收纳容物的时间跟精力，也可以做更多对自己有意义的事。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也欢迎各位散发珍珠光的朋友们在下方补充留言，你们都断舍离了些什么？感谢你们宝贵的时间，我们下周见。